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 Instagram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4年的12月30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好，那么来听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那么也欢迎大家在台湾时间的每天晚上9点跟我一起学习中文。那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今天老师跑了几步，我们看一下。好，今天理查老师跑了感觉好，等老师一下哦。好，这样是对的。好，今天老师跑了10881，中文要怎么说？10881，我们再看一遍。好，10881。好，欢迎各位同学，也谢谢大家支持老师，有很多同学成为我的会员，每个月都支持老师哦，像 Jenny、裴静、双燕哦，那很多同学虽然不是我的会员，但是每天参加老师的直播课，老师也很开心哦。好，欢迎建豪，还有慧君哦。好，刚刚是10881。好的10881是林子，裴静10881步，还有双燕 ，Hello。好，还有那个 Hardwin 对不对？还有安安10881步，答对了，非常好。好的，还有月莹，欢迎，新年快乐后天对不对？后天就是1月1号，礼拜三是1月1号，2025年的第一天啊。好，还有慧君10881步，太棒了啊！好，那 Hello Charles， 欢迎，好10881步 ，Hello 南武 Henny 10881步。好，那么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2个词汇，请跟我一块念。第一个复健，复健；第二个词汇改革，改革。好，第一个词汇复健，它是一个名词。那这个词汇目前呢，最常用在 email 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说复健，通常是 email 电子邮件里面的 attachment。这个我们叫附件，就是在 email 里面我们会另外加上文件或者是档案通常用于电子邮件中，电子邮件就是 email， 所以你们在寄 email 的时候，你想要再加上另外的文件或者是档案这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叫它附件就是这张照片里面的，你们应该都有寄过 email 的习惯的经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加上 attached 这个东西，这个文件，这个档案就是我们说的附件应该不会很困难，应该可以理解，对不对？唐龙，对不对？唐龙你好，波兰的唐龙明天有要上课，是的，老师还是要上课老师没有休息老师明天后天照常上课，老师不过年了，教你们中文不过年了好，很好，10881步。不过如果你们要过年没关系就你们还是去过年，因为理查老师想说还是上课好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他把会议记录作为附件发送。好，他把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就是你在会议的时候会把大家说的话写下来，这个文件就叫做会议记录。开会的时候把大家说的话、发表的意见把它写下来，这个是会议记录。作为有点像英文的 as，OK， 附件发送。好，附件发送。好，所以你会把这个会议记录放在 email 的附件里面，寄给
每一个人，发送就是寄出去的意思哦。好，明天有直播课哦。哦，周深，你是那个很会唱歌的周深吗？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练习，我们来做这一题哦。这一题哦，有他照片的附件里，好，这题应该不难，对不对？有他照片的附件里，好，里当然是 in，right？ In the attachment in， 那这里讲的还是电子邮件里面的附件哦。好，对，今天老师跑了10881步，非常好。好，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附件里有他的照片，附件里有他的照片，答对了，非常好。我们也可以把照片当做档案寄出去给别人，对不对？可以的。照片里有他的，附件里有他的照片，附件里有他的照片，非常好。OK， 我们来看下一题。可以说请确认一下，可以的。照片里有他的照片，请确认一下 ，Please confirm， 可以，请确认一下，很好。好，佳佳很棒哦。好，来，我们再来做第二题。我的 email， 好，在中文里面，你可以说电子邮件，你也可以说英文，你说 email， 大家也都听得懂哦。email 里找不到附件，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 ，email 里找不到。好，我们说不到就是 cannot have it， do not have the access to something， 找不到 unable to find， 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unable to find， 找不到就是你没有办法找到，找不到表示你没有，你不能找到。我找不到附件里，我找不到 email 里的附件，很好。我找不到 email 里的附件，对，很好。我找不到 email 有，这个算是一个网络用语。email 你可以说 email， 这个是一个比较不正式的网络用语，它的意思就是 email 电子邮件啊。我找不到电子邮件里的附件，可以啊，没问题。老师是一位好心，老师很好心，什么都为我们好，不求回报。哎呀，这个每天还是养成习惯上课了哦，不上课就会有一点奇怪，对不对？老师已经养成习惯了哦。好，大家都答对了哦。好，广告时间，各位同学请帮我点赞好吗？订阅、分享，每个月$2可以支持理查老师，请老师喝咖啡，成为我的 YouTube members 油管会员，成为我的小土豆。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词汇，比较难，叫改革。改革 reform， 改革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好，我们第一个例句是用名词当做名词的时候，那改革的意思是改进现有的制度和方法。改进就是 improve， 改进现有的就是现在的current 现在的，制度就是 system， OK， especially social system， OK， 制度和 method 方法，制度和方法好，达到更好的效果 better effect， better result。 好，所以现有的现在的制度跟方法可能不够好，那么我们会去改进，让这个制度和方法更好，更好。好的，我们看一下例句。这次的改革，好 ，the reform this time， 这次就是 this time， 这次的改革遭到反对。好，很多同学可能不太清楚遭到的意思，遭到就是遇到，遭到就是遇到，但是呢，遭到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如果你遭到后面加上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是不好的，你可能遭到厄运 bad luck， 你可能遭到不幸的事情，就是你遇到了不幸的事情，你遇到了 unfortunate event。 OK， 遭到就是遇到，但是遭到一定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他是个坏人，他遭到报应。哦，这个很常用哦，各位同学可能看电视剧也常常听到哦，遭到报应，就是他这个坏人常常做坏事，最后终于受到了惩罚，所以他遭到报应啊，遭到报应。所以遭到后面都会接不好的事情，虽然他是遇到的意思哦。好 ，OK， 反对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反对表示别人不赞成你的想法，他会反对你，你不对，他要反对你。这次的改革遭到反对，失败了。好，所以这次的改革没有成功，失败了。对，很好，遭到报应。通常做坏事，坏人会遭到报应。好，他酒后开车啊，不是醉后开车，是酒后开车，不幸遭到车祸。可以啊，可以。不过我们车祸比较常用发生了啊，酒后开车，他酒后开车遭到车祸。秀珍，我听得懂，但是我们车祸这个字一般用发生，他发生车祸，它的搭配比较常用的是发生，他酒后开车发生了车祸一般会这样说啊。对，改革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对不对？有的改革会成功，有的改革是不好的，或者对人民没有好处的，那它就会失败啊。好，报应跟报复不一样，报复是一个人，可能你欺负这个人，这个人用一样的方法对待你，报复你你可能做了对不起这个人的事情，这个人呢会报复你 ，revenge 比较像 revenge 意思是这样子。好的，我们往下看。好，我们再来练习一下改革当做名词 reform。那这边老师先告诉你，改革当做名词有很多搭配，你可以把它记起来，特别在新闻或在报纸上你会读到这些词汇。第一个，经济改革 economic reform， 经济上的改变改进，经济改革。第二个，教育改革 educational reform， 当然指的是在教育上面有很大的在制度或方法上有很大的改进，教育改革。改革开放这个常常用在中国，中国呢他们以前是封闭的国家，他们没有对外交流，没有跟其他的国家交流，但是后来他们改革开放了，他们跟外国交流了，他们开始经济上也有交流了，开始改革开放了，他们 open up， 对不对？ China opened up。 好，改革开放，那经济就开始进步了，对不对？人开始有钱了，改革了，改进了，进步了改革开放。好，这些词汇都是很常见到的，我们来做题目。中国的改革开始于 like start at start from OK 开放70年代70年代70年代指的就是1970年到1980年70年代指的是公元1970年到1980年，这个叫70年代好，改革跟改进的意思不一样，没关系，我们明天会来介绍，后天会来介绍改革跟改进的不同好，
I already joined your channel. Thank you. Hopefully one day I have a chance to talk to me live. Sure, sure. Every Friday I have a chit chat broadcast. You can join me. Hello, 白兰你好。我们愿意不遭到在新年。不懂，我不懂你的意思耶，Toyo，不太懂啊，不太懂你的这个句子的意思哦。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7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哦，它是一个名词，改革开放开始于70年代。Hello， 乔马来了。酒后不开车，很好。开车不喝酒，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70年代。好，70年代就是1970到1980年。好，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70年代。哇，林子你很厉害，你知道是1972年开始的啊。好，那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就跟外国进行贸易、经济上的交流。他们不再封闭了，所以他们经济也变好了，人民赚的钱也变多了。好 ，OK， 我们往下看。改革还可以当作动词 to reform。好，那当然表示你想改进，你想改变一些情况特别是指政治、经济、教育上比较大范围的情况。一般我们用改革，我们用的情况是政府、组织、团体大范围的，可能包括政治 politics， 可能包括教育 education， 你可能要改革比较大范围的东西 like large scale something bigger， OK， 经济、政治、教育等等这些范围比较大的、规模比较大的，我们才可以用改革不是随便就可以用改革一般来说，改革的范围、改变的人事物都是比较多、比较大的。好，习近平想要，好，习近平是中国的领导人，对不对？习近平想要改革官僚体系。好，所谓的官僚体系就是政府官员他们有很多小的官员、大的官员所以官僚体系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官体系。那有的国家的官僚体系很腐败，贪污贿赂，会拿钱，官僚体系很腐败。有的官僚体系的效率很好，哇，他们为人民服务，效率特别好 ，good efficiency， 表示他的官僚体系运作的很好，他们愿意为人民服务，工作效率，政府的工作效率也很快，这个表示他们的官僚体系很好。那如果官僚体系很腐败，有一些官员 officials 会拿钱，会贪污，会贿赂，那表示他们的官僚体系很腐败好的，那这位同学说1966年到1976年之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很棒的句子好， Jenny 说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开放了，对，不再封闭很好。台湾的官僚体系很好。乔马没有，真的没有。台湾的官员也会贪污，也会贿赂，没有很好。台湾的官僚体系不太好。好的，好，我们的答案，习近平这边还有的腐败。腐败呢，我们本来是用在食物上面，这个食物 go rotten， 这个食物腐败了，本来是用在食物上面，我们可以特别的用在 system 制度上面制度上面，我们可以用这个制度很腐败或者是这个 official 这个官员很腐败。
现在如果这个官员会贿赂、会贪污，你也可以说真腐败。现在的官员真是腐败。本来是用在食物上面的一个形容词啊，本来是用在 food 食物上面的，本来的意思是 go rotten， 现在可以用在这种 government officials 啊，这种政府啦官员上面，特别是会贪污钱的啊。好，习近平想要改革官僚体系的腐败。有没有更好的答案？习近平想要改革官僚体系腐败。好，腐败是个形容词哦，各位同学，腐败是个形容词哦。好，胡伯伯，胡伯伯是谁？就是越南的领导人吗？胡伯伯把越南改革开，胡伯伯，不用这样说，岳莹，你只要说越南的改革开放开始于1975年，越南的改革开放开始于1975年。习近平想要改革官僚体系的腐败。好，蓝墨，习近平想要改革腐败的官僚体系，答对了，因为腐败是一个形容词哦，腐败的官僚体系，官员都贪污，官员都贿赂，官员的效率很差，这个都是腐败的官僚体系的特色啊。好，今天的词汇很难因为今天是 HSK 第5集啊，贪钱可以，贿赂贪污，我写给大家贪污贿赂你说贪钱可以可以说贪钱贿赂贪污，效率不彰这些词都很难，不过大家可以学起来现在的官员如果会贪污、会贿赂，效率不彰，就是效率不好，那么表示这个官僚体系很腐败，政府的官僚体系很腐败好，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词汇很难呢？我们祝愿新年不再遭到不好的事情了。遭到不好的，我们听得懂，当然听得懂当然听得懂。我们可能会说，我们祝愿新年好运到，可能我们会比较会这样讲了好 ，OK， 他想要改革腐败的官僚体系，很棒好，我们正确答案是习近平想要改革腐败的官僚体系。好，我们再看，没有了，这是最后一题了。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可能会想要知道老师改革跟改进还有改善有什么不同。那星期三老师会介绍这3个词的不同。基本上改革是比较大范围的，包括政治、教育、经济等等这种大范围的改变或改进，我们才会用改革这个字好，谢谢老司机好，今天的有点难，我们偶尔要学难的因为你们都学 HSK 3跟4习惯了，但是难的我们也是要学习，这些难的词汇也是 HSK 5跟6里重要的词汇好，那么如果你有点听不太懂，你可以多看几次，可以多看几次重播好，明天见，明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明天有很精彩的故事等着大家。好，拜拜。好，白兰，拜拜。轻松有人觉得很简单乔马 OK， 乔马你上次没有来上课对不对？拜拜。